我现在面前的是索尼刚刚发布的，我得照这个名念啊 ，WH1000XM5。我们来开箱看一看。打开的话就是直接撕开了，然后从上边给它揪出来，当当，好家伙，全是纸壳。这是它的一个旅行包装，上边呢有一个小拎手，1、2、3，当当，哦，还是很轻。这怎么打开啊？哦，在这儿。 这里有一根连接线啊，3.5毫米的转接线，然后这里有一个充电的 USB-A 转 USB-C 的接口。使用了1周的时间，今天好好聊聊这款耳机。首先我们说外观啊，颜色上要比前代更浅，视觉上呢也更轻盈，侵略性也更低。颜色的名字还没有变，还叫铂金银。索尼把这个颜色啊定义成银色，但是呢又觉得银色可能这个价位不够高，所以前面用铂金来作为一个定语。 M5在设计上最大的改变就是线条和机械结构的减少。M4头梁上有2个伸缩的分隔线，一个折叠的分隔线，下方呢则是一个耳罩的传动结构。侧面视觉上就是打断、打断，不停的打断。 而在 M5上，它其实只有一个头梁伸缩，下方整个耳罩是隐藏在连接杆之后的，所以整体上视觉就要更简洁。头梁的展开幅度也有提升，这是 M4的最大展开幅度，而这是 M5最大展开幅度。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你身边的大头朋友。新头梁有2个优点，一个不足啊。第一个优点就是它调节的时候可以实现 静音调整，前代调节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金属卡扣明显的分段声音，而在 M5上几乎静音，而且有一个细心的小设计，就是 M5在缩短头梁的时候，你只需要把拇指放在这个位置往上推。第二个优点则是对于短头发的同学， 戴着耳机调节，终于不怕夹头发了。一个不足就是 M5不能像 M4之前那样，就是这样可以折叠收纳了。这个部分我们放到之后的收纳环节详细聊。M5由于材料的选择，整体上非常轻盈。我习惯戴 AirPods Max 之后， 带着 M5，觉得简直要带我起飞。头梁缩窄了，但是海绵缓冲区域又略增加了一些，配合上超轻的重量，负担很小。耳罩从前代的发泡海绵升级到这一代的柔软皮革，外观上减少了前代模仿的皮革纹理，色彩上和耳机更加统一。从弹性、舒适度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两者感受差别不大，就是柔软细腻。 不过，索尼耳罩的透气性还是要弱一些啊，降噪能力上去了，但是散热能力下来了，就太密闭了。如果环境温度比较高，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耳朵会比较闷热。这一代耳罩有一个非常细微的改变，就是它的空间内部进行了扩容，整个从上一代的 UFO 飞碟形状变成了这一代的这体育场形状。就我的耳朵是比较大的。 之前长时间使用 M4就会觉得有压耳朵的感觉，就耳朵疼。而 M5这次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你从一居室就搬到2室1厅了。这个细节对于大耳朵用户来说，我觉得是很友好的。M5在佩戴上还有2个细节改动啊，第一， 就是不能像前代一样实现90度旋转耳机了，现在大概只能向前45到60度之间吧。我看很多同学说这个很难接受，对吧？对于我来说倒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旋转45度，并没有对我的头部活动灵活性造成任何影响。第二个细节改动就是耳罩内的传感器从光学升级到了静电。在 Mark 4，它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小镜片。 这个镜片就是光学传感器。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把耳机拿下来，它就判断你这个耳机已经脱离你的耳朵了，它会自动暂停音乐。假设我现在做一个很多同学戴这个耳机最常见的操作，就是把这个耳机这么摘下来，挂在脖子上。这个操作应该非常常见吧？大家看，它并没有暂停，看到了吗？它默认你还在拿着耳机听音乐。然后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我彻底给它拿起来。 看到了吗？当我彻底拿起来的时候，它的这个音乐就暂停播放了。而在 M5上，这个问题被静电传感器所修复。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耳机就按照刚才的动作完全一样的拿下来，看到了吗？现在音乐暂停了。说完了设计上的升级，我们聊一下耳机上的交互。Mark 5所有的手势交互都通过右边的耳罩，比如说双击。 是播放，
然后也是暂停。然后如果你上下滑动，大家看是调节音量，前后滑动是上一首或者下一首。你要在说话的时候，你手掌整个捂住右耳罩，耳机就会瞬间从降噪隔音状态转变为通透环境音状态。然后听这个音乐，假设自己在工作，这个时候你的同事小伙伴突然要跟你说话，你只需要按住这个耳塞，你看到了吗？你自己听自己的声音瞬间变得清晰而透彻，同时这个音乐你看并没有暂停播放，在背景音乐作为一个伴随状态。然后假设你现在跟你的同事说完话之后，你只需要一松手，音乐的声音会立刻恢复到刚才正常的水平，耳机开启降噪。最核心的降噪按钮依然在左侧，这里有一枚实体按键，防止你误触。接下来我们说说降噪。实测 M5 对于车来车往、飞机轰鸣这些场景，它的降噪表现和 M4 改变不大，依然是目前最顶级的降噪水准。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进步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好了，大家看啊，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然后我现在来测试一下这款耳机的一个降噪能力。我先按一下降噪，听到了吗，同学们？这就是Mark 5它的一个降噪能力。现在是没有开启降噪，然后现在听音乐的一个效果。我现在按一下降噪按钮。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这一次 M5 核心升级是在降噪运算上增加了一枚芯片，通过2枚芯片提升对人声的降噪，配备了8颗麦克风去收听来自各个方向的噪音。这2个位置应该是各有一个麦克风，这2个孔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麦克风，然后相对应的这里有一个麦克风，这里和这里，然后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还各有一枚麦克风，收听你的这个耳罩里边的噪音，然后进行2次降噪。假设你现在在咖啡馆。咖啡馆并不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对吧？有人聊天，有人翻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开启降噪之后，效果是这样的。假设你在办公室，那同事为了赶 deadline 疯狂打字啊，那边有同事疯狂点鼠标，这个时候开启降噪，效果是这样的。假设你在地铁里早高峰40分钟车程，人声鼎沸，你本来昨天就没睡好，现在被吵得心烦气躁，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启降噪，效果是这样的。假设你在坐飞机，对吧？高空飞行时，飞机巨大的噪音让你甚至听不清耳机里的内容，你把音频音量调到最高，其实已经在损坏你的听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启降噪，效果是这样的。降噪耳机不能隔绝掉所有声音，至少现在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那种逆天的效果，但它能够让嘈杂的空间变得更加安静，让你更加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完降噪，我们再来说说通透。在我看来，一款降噪耳机的成功，降噪的体验大概占70%，而另外30%的重要组成，则在于对于环境音的还原。M4 通透模式表现可以用糟糕来形容。现在我先来测试一下 Mark 4它的通透环境模式啊。环境声。好了，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我耳中听到的这个环境声，它能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车来车往的声音。但是总体上来说，我自己说话我还是会觉得发闷。即使开启环境音，耳罩里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这个压力之大呀，堪比高考数学倒数第2道大题。然后在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个路口，我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通透模式。这一次大家听我说话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明显要真切很多？就这个声音会脆爽很多。我为什么会用一个形容词的词来形容声音？耳罩内的压力约等于中考语文第1题注音题。当然了，它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就现在还没有达到像 AirPods Max 通透模式下那么变态的级别。我希望可以在 M6上这个功能再进一步。音质这个部分一直是比较主观的一个感受，我直接播放一下 Mark 4和 Mark 5的声音对比，大家看更喜欢哪一个？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敲打我窗？通话方面，实测 M5发力方向应该是降噪。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佩戴的是 Mark 4，也就是上一代索尼的耳机，然后它有4枚麦克风，大家可以听一下它实际通话这个麦克风降噪的效果。好的，同学们，我现在身处的依然是这个非常嘈杂的路口。然后我现在佩戴的是索尼的 WH-1000X Mark V， 也就是刚刚推出的这款耳机。M5是支持同时连接2个设备的，这个操作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你没有音频播放的情况下，哪一台设备先发声，它的声音就在哪台设备。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看一个短视频，听到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播放这个 iPad 的视频 ，iPad 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同时暂停，先播放 iPad， 看到了吗？这个声音传递是非常快的。如果2台设备哪一个设备先停止，比如说这个先停止，它会自动切换到播放声音的那台设备。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机接到电话，我先打一个试试。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它会把它的音频切换到你的手机上，并且暂停掉你之前看视频的这个进度，然后你就会接听，然后你可以挂断，声音又回到这个 iPad 上。最后我来说一下收纳。M5 和 M4 的收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M5 不能折叠 ，M4 是明显要比 M5 小的，可能要小了1/3的一个体积。如果你本人是一个对空间追求极致的用户，那么如果你外出只带一个包包啊，电脑、相机、耳机、iPad 全塞到这个包包里，那么 M5 确实不如 M4 极致，你还是可以选择 M4，毕竟这个的价格也要比它便宜1200块钱。说归说，闹归闹，M4 虽然说不如 M5，但是放眼降噪耳机市场，它还是非常能打的。但是对我自己使用体验而言啊，这个体积节省的优势呢，可能不如 M5 在声音和功能交互上的一些升级。索尼能否推出一个类似于 AirPods Max 这样的收纳袋？我外出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特别这个精密的保护，能有一个去保护这个耳罩、保护这个海绵，我觉得就够了。如果你觉得这种保护力度不够，你也可以去搭配官方的这个折叠收纳包。关于这个官方折叠收纳包，我研究了3天3夜，我也没闹明白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折叠啊。最后只好求助于索尼的工作人员。后来索尼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段详细的视频，解释了一下。大家看啊，我只演示一次，1、2、3。以上就是我对 WH-1000X-M5 的使用体验分享，希望能给打算要买或者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索尼在1992年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降噪耳机 MDR5700，当时那款耳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飞机上的乘客用来降噪使用的。那时隔30年之后的2022，我手里拿着 WH-1000X-M5，也希望能够就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踏上旅途，在旅途中使用这款轻便、降噪功能强悍的耳机，在飞机上隔绝掉轰鸣声，在高铁上隔绝掉大声的打电话和聊天，在旅途中享受电影、享受音乐、享受一个人的好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